在法国做独立快递员，最昂贵的损耗不是油费，也不是车辆保养，而是恶劣天气带来的系统性中断。大家可能不知道，2026年6月份，法国迎来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致命的夏天，全国平均气温首次触及30摄氏度，短短的2个星期内，导致全国5764人超额死亡。而在酷热退去以后，能见度骤降的强雷暴又无缝接管了战场。这一期视频我不谈论宏观的理论，只用115欧元的硬件组合拆解如何将致命高温与暴雨从不可抗力转化为完全可控的工作成本。如果你也是依靠自己保持稳定交付的超级个体，这一套防损流程将是你在无常的环境中保证工作持续性的核心武器。2026年6月23日，法国最热的那一天，我出去工作了。3个星期以后暴雨，我还是去户外工作了。如何在暴晒与暴雨中维持稳定的交付，取决于你的装备组合与防损策略。高温时，衣服会被汗水湿透，注意力会下降；暴雨时，真正让我停下来的往往不是道路，而是票据被湿透，收款设备进了水，手机屏幕失控。这些装备并不昂贵，但都是我实际工作以后留下来的。这一期只谈真正解决了问题的6件装备。高温3件和暴雨3件，总价值115欧元。它们帮助我在高温和暴雨里依然保持着工作效率。这个夏天到底有多反常？反常的气象数据可以证明，2026年的6月份已经成为了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份。72个省份拉响了橙色高温警报。对于在户外工作的快递员而言，这直接意味着热辐射、重度脱水和事故风险的急剧上升。高温本身会催生强烈的对流现象，也就是高空冷空气与地面热空气的温差扩大，这正是强雷暴出现的原因。所以热浪通常不是慢慢的消退，而是常常以一场剧烈的雷暴和降雨画上句号。7月17日，巴黎大区就处于雷暴黄色预警，随后的降雨终结了这一轮的高温热浪。关于应对高温的3件装备，先讲一件反直觉的东西。长袖优于短袖的体感表现是一个典型的反直觉案例。在户外工作的初期，裸露出皮肤常常被我当作散热的最佳方法，直到进行了反复尝试。目前我采用的是迪卡侬这款高尔夫长袖上衣，售价大约18欧元。它的核心防护指标有2个，其一是每平米190克的朱棣网眼针织结构，其二则是高克重织物带来的紫外线物理遮蔽。朱棣针织结构的表面有立体网眼结构，孔隙率比普通平纹布料高出约40%，与皮肤接触面积更小。这在物理上保证了空气能够产生持续的微型对流，大幅度地提升了汗液在皮肤表面的蒸发效率。配合65%的棉与35%的涤纶混纺，使它在舒适度与排湿速度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长袖衣物的遮蔽等同于物理防晒，它不依赖化学防晒剂的周期。短袖的款式看起来很凉快，实际上手臂直接暴露在太阳底下，晒伤和体感温度都会往上走。在阳光直射、通风、快速干燥这3个条件之下，长袖衣服依靠遮挡辐射热和促进汗液蒸发，通常比短袖更凉快。但是在高湿度的无风环境中，这个优势会消失，因为它含有65%的棉。一旦汗液饱和，排湿速度就会受到限制。需要注意的是，它只能作为普通内层衣物，不能代替摩托车防护夹克。第2件应对高温的装备是反光背心，售价15欧元左右。它在腰部、胸部、肩部和背部均配有宽幅的反光条，提供360度的防护。这一种款式能够匹配任何外衣，而且不会明显阻止身体的散热。它采用了有弹力的反光材料和可调节的纽扣，方便了我根据自身需求调整尺寸。还配有紧急联系标签。表面上看，它是高温工作的理想装备，其实我把它当作夏季雷暴天气的预备方案。它更大的安全价值是在光线突然变暗的时候。夏季的暴雨会使天色说暗就暗，能见度直接砍半。这时候的反光条就是你在公路上最重要的安全装备，不是可有可无的配件。但是需要注意，这款反光背心没有 C1 认证的标志。第3件是清凉油，售价5欧元左右。被蚊虫咬了，直接抹一下，重量仅有31克。
放在我的衣兜里完全没有负担。这东西解决的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骑行途中被咬一口，痒得你分心。别小看这种高频的小麻烦，一天被打断几次注意力，累积下来很可能比一次大麻烦更加严重。它含有薰衣草、薄荷、姜黄等天然原料，能够立即缓解瘙痒，减轻昆虫和植物蛰伤。这种清凉油能够使皮肤感到清凉，间接地起到提神作用，但是需要按照产品说明使用。它仅限于日常蚊虫叮咬的应急止痒，如果遇到严重红肿或者过敏，请立刻去就诊。这3件东西我用的是同一套逻辑讲的，就是在什么场景下使用，解决什么样的具体问题。接下来我要讲的3件东西是为暴雨突然来临准备的，那时的装备必须立即适应湿度变化。应对暴雨的3件装备，这是真正考验骑手的时刻。酷热消退的代价是能见度瞬间砍半的倾盆大雨。当暴雨降临，防护策略必须从散热防晒瞬间切换为极度抗湿，事物优先程度需要重新排列。第一优先的是保护票据，第二是收款设备，第三是手机屏幕，顺序不能反。第一个必须保持干燥的是票据，订单票据和收款票据的干燥状态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晚上常常兼职送餐的工作。当暴雨来临，我会把腰包放在雨衣的内侧，主要利用雨衣阻挡直接的降雨，再由腰包隔离汗水和防潮，2层一叠加，票据文件基本不会湿，也不会受潮。我的雨衣下面是 GV 的腰包，这个牌子是做摩托装备起家的，腰包的价格大约25欧元。它采用 600D 涤纶面料制作而成，长度为27厘米，高度19厘米，宽度8厘米，有4个独立隔层，还带有反光元素。我的使用方法是紧紧贴着肚子佩戴，可调节的腰带可以确保它固定在我的腰部，这样做能使我腹部的温度传递到腰包，间接促成的烘干效果曾经让我感到吃惊。需要注意，布料参数 600D 里面的 D 是指纱线粗细的单位，只能说明它耐磨结实，真正决定防水的是有没有涂层、耐水压多少毫米，以及布料的缝线有没有压胶。第二个必须保持干燥的是需要在暴雨中使用的物品。我使用透明的硅胶密封的袋子，这种一套有20个，每套24欧元左右。相比普通的聚乙烯塑料袋，硅胶材质在化学稳定性和抗老化的表现更为出色。在高温低温循环以及紫外线直射的情况下，它不容易发黄和变脆，从而能够提供工业级的耐用度。这种袋子有3种不同的型号，我用于保护3类不同的物品。分类使用的核心是让我不用每次派送都去拆开一次袋子，拆开一次就多一份进水的风险。小号的袋子我用于在雨中阅读票据，由于它是透明的，因此我不用打开袋子，依然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送货地址。中号的袋子用于保护小型收款机，大号的袋子负责通用型的收款机，因为这一类终端的体积稍微大一点。在暴雨中，这些硅胶袋子配合我肩上的挎包使用，防水性能很好，它们本身就是日常存放液体食品的理想之选。保守的使用方式是将它定位为第2层的防水保护，因为操作效率较差，拉链密封完全依靠手工操作。第3个重点是保持手机屏幕的操作能力，这个我觉得是最容易被忽略，但是最重要。我可以慢慢晾干湿透了的票据文件，但手机屏幕在暴雨天一旦失灵了，那么路线导航、联系客户这些事情就会全部停摆。我用的是蓝芯的手机壳，28欧左右。它在雨中能够保持完整的屏幕触摸功能，无需将手机从保护壳中取出来，就可以打电话、拍照或者发送短信。声学开孔的设计保证了通话清晰度不受影响。产品介绍页面标称它达到了 IP68 等级，数字6表示完全防尘，数字8表示在制造商指定的水压下持续泡在水里，但是它不防高速动态水流冲击，例如在暴雨之中骑行。所以我通常搭配手机支架，不仅仅是为了固定，支架还能够通过倾斜角度减少雨水的直射冲刷。我在使用 Lemico 的支架，价格约为30欧元。行驶途中你不可能一直手持，支架能够将手机固定在车把上，配合手机壳，整个操作链条才算闭环。这些参数背后其实就是一句话：暴雨天的手机壳就是手机的第2块屏幕。更为重要的是产品质量，目前为止我已经连续使用了2年。
它在雨水中仍然能够操作导航和联系客户。这里讲的是我的使用结果，不代表所有机型和所有水压条件。有一个使用限制值得注意，手机壳的内部必须时刻保持干燥，一旦进了水，里面手机的屏幕就会完全失灵。然后是所有装备的使用流程。装备介绍完了，最佳效果的差异取决于你怎么样把它们串成一套流程。我的办法是在出发之前走一遍90秒的清单。第一步是查询法国气象局网站上的4色预警体系，就是绿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确认气象预警显示了哪一种颜色。绿色代表无需特别警惕，黄色代表保持关注，橙色是高度警惕，红色属于强度异常。第二步是根据预警的颜色确定具体的装备组合是高温模式、暴雨模式还是暂时停工。第三步是动手部署，文件要装进腰包，设备装进密封袋，手机装进防水壳，反光背心要套在身上，90秒搞定，不用再犹豫。总共3步，由颜色确定模式，从模式确定装备。这套装备值不值？算一笔账看看。在商业思维主导的定位中，设备采购被视为固定资产投资，应当通过财务公式提前进行分析。这套装备组合的总价为115欧元，如果加入支架则为145欧元。我假设它们能在工作环境下运行3年，就是3个夏季。数据引入折旧公式以后显示，快递员每日仅需分摊0.54欧元的设备成本，即可完全抹平因为手机屏幕失效或者收款终端损坏导致的工作损失。我不是一开始就这样配置的，之前买过一件号称全防水的外套，穿了2次，发现袖口根本不封边，一下雨袖子先湿，手臂跟着湿透，最终被我扔进了衣柜。这件事教会了我，防水要看针对具体哪一个部位，不能光看广告词泛泛而谈。长期的趋势是热浪越来越频繁，开始的越来越早，温度越来越高。这意味着这一套装备能用的窗口时间会越拉越长，不是今年用一用就会过时的东西。相关的产品列表我放在了个人链接聚合主页 Linktree。最后总结一下，天气不再是不可控的东西，它变成了一套有对应流程的已知变量。我应当穿什么和应当带什么，提前90秒就能确定下来。6件装备的背后只有一条逻辑，就是把天气从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变成一个有对应流程的已知变量。真正有用的装备是让小问题不会导致工作中断。对于快递员来说，保持手机、票据和身体状态正常，就是在保持工作效率。最佳的生存防御需要动态调整，不断的维护。你的那一套装备里有没有哪一件是我这6件之外的？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踩过的坑，我会认真看每一条。